215年，刘璋举城投降，刘备自领益州牧。至此，刘备不仅拥有荆州5郡，还掌控了益州的巴蜀之地。这时，孙权认为，刘备既然已经得到了益州，那么当初借给他的南郡就应该还给江东了。那么，刘备会顺利地归还荆州吗？湘水之盟又是如何签订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拒还荆州及湘水之盟。赤壁之战后，兵家必争之地的荆州7郡分别被曹操、刘备和孙权3家瓜分。曹操占据着荆州北部的南阳郡以及江夏郡长江以北之地，孙权则得到了江夏郡长江以南之地以及南郡，刘备则得到了荆南4郡。这时，刘备认为南郡是北伐的要塞，只有得到南郡之后才有机会北伐曹操。况且南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只有得到南郡才能算得上是荆州之主。于是他便以荆南4郡不利于发展为由，2次向孙权提出索要南郡。这时鲁肃给孙权分析说，南郡毗邻曹操，如果曹操大军南下，江东便要独自面对曹操的进攻，不如扶持刘备联合抗曹。于是孙权便答应将南郡借给刘备，这样刘备便拥有了荆州5郡。215年，刘备从刘璋的手中取得了巴蜀之地，孙权便打算收回荆州的南郡，于是便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前往成都商议。可刘备却说，荆州肯定是会还给孙权的，但是等我先拿下凉州之后，便立即归还荆州。诸葛瑾无奈，只能回去复命。孙权得知后大为恼怒，既然不肯归还，那就只能去抢回来了。于是他让鲁肃率领万余人马屯驻于益阳，以牵制关羽，让吕蒙率领2万精兵前往荆州南部，夺取长沙和零陵以及贵阳3郡。吕蒙到达后还未开打，长沙和贵阳2郡的太守便望风投降了，只有零陵太守郝普拒不投降。消息传回成都，刘备非常震惊，亲自率领5万大军从成都赶往公安城督战。他让关羽率领3万大军先去救援，关羽便率领大军前往益阳。大军出发后，他挑选了5000精兵亲自率领，准备先行渡河。鲁肃得知后，立即让甘宁率领1000人提前守住渡口，关羽不得已，只能在河对岸安营扎寨。后来这里便被称为关羽赖。得知刘备的大军已经从成都赶来，孙权也从建业出发，前往路口坐镇指挥。路口即今天湖北省嘉鱼县的路西镇。他一面命令鲁肃抵抗关羽，一面给吕蒙传递紧急文书，让他放弃攻打零陵郡，立即回师支援鲁肃，共同对付关羽。此时吕蒙正在赶往零陵郡的路上，准备攻打零陵太守郝普。接到孙权的紧急文书后，他并没有给部下们公开，而是连夜召集将领，布置作战任务，并且下令天亮后便准备攻城。此时他们刚好到达陵县，即今天的衡阳市朱辉区的和平乡湖东村。他得知这里有一位郝普的好友，名叫邓玄之，于是他便把邓玄之找来，对他说，郝普想行忠义之事是可以理解的，但他恐怕还不了解现在的形势。此时刘备远在汉中，正在被夏侯渊围困，关羽则在南郡，已经被孙规打败，因此刘备大军已经是首尾不能相顾，自救都来不及，哪里还有余力营救零陵呢？反观江东，孙权已经亲自抵达南郡，过不了1天，我便会攻破零陵的城池，到时候不仅郝普自己的性命不保，连他100岁的老母也会受人诛杀，岂不痛心？我猜想他应该是没办法得到外面的信息，以为会有外援可以依靠，所以才顽抗至今的，不如你去见他，向他陈述厉害。于是邓玄之便赶往零陵，将吕蒙的意思转述给了郝普。郝普听后信以为真，心中不免有些恐惧，便放弃抵抗，出城投降了吕蒙。这时吕蒙拿出孙权给他的紧急文书，让郝普观看，并且拍手大笑。郝普这才得知刘备正在赶往公安城，关羽也并未被打败，而且已经到达了益阳，只要他再坚守1天，吕蒙便会主动退走。这时他虽然已经得知自己被吕蒙给骗了，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就这样，吕蒙兵不血刃，拿下了零陵郡。接着他便与孙角和潘璋等人率部赶往益阳，准备与鲁肃一起迎战关羽和刘备。
至此，孙刘大战一触即发。这时，鲁肃邀请关羽单刀赴会，再次商讨归还荆州之事。他们将各自的兵马布置在100步之外，只有将领们带着单刀前来赴会。会上，鲁肃指责关羽说：“我们真心诚意地将土地借给你们，是因为你们兵败远方而来，没有立足之地。可现在你们既然已经得到了益州，就应该将荆州归还，而且只要求你们归还长沙、贵阳和零陵3郡，难道你们还不愿意吗？”关羽反驳说：“赤壁之战时，我大哥刘备亲自参战，睡不脱衣，全力攻曹，难道就徒劳无功，连一块土地都分不到吗？你现在竟然要来收取土地？”鲁肃回答说：“我当初与刘备在长坂坡会面的时候，你们连一名校尉率领的人马都抵挡不住，计穷虑急，士气低落，都准备远逃苍梧了。那时候你们能想到会有今天的成就吗？我家主公见你们没有立足之处，才将荆州借给你们，没想到刘备却自私自利，虚情假意，损坏了我们的情谊。现在他已得到了益州，还想占着荆州不还，这样的事连普通人都不忍心去做，何况他还是领军人物呢？”鲁肃话音未落，关羽属下的将领便大声地说道：“只要有仁德的人便能占有土地，哪有一家占住永远不放的道理？”鲁肃当即大声呵斥，辞色严厉。关羽对鲁肃还是非常尊重的，于是他立即拔刀怒吼属下道：“这是国家大事，你瞎说什么？”边说边给他使眼色，让他赶紧出去。就这样，双方的商谈再次不欢而散。此时，刘备的大军也已到达，双方剑拔弩张，正准备大战一番的时候，突然从北方传来了一个消息：曹操率领10万大军已经出发，准备前往汉中去攻打张鲁。这让刘备非常的担忧，一旦汉中被曹操拿下，那么益州便门户大开，曹操必定会顺势攻打益州，到时候他将面临2线作战的境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，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孙权讲和，尽快赶往益州抵抗曹操。面对刘备的请和，孙权连忙召集属下商议。鲁肃等人认为，曹操雄踞北方，实属大患，孙刘两家应该互相依赖，同仇敌忾，不能因为小利而影响大局，因此应该同意与刘备议和。可吕蒙觉得应该尽快消灭关羽，以求独据长江。最后，孙权采纳了鲁肃等人的主张，继续维持孙刘联盟。而且，曹操既然已经出兵汉中，那么结束了与刘备的纷争后，便可引兵去争夺曹操在合肥的地盘。于是，双方罢兵讲和。他们商定以湘水为界，湘水以东归属于孙权，湘水以西归属于刘备，史称湘水划界，也被称之为湘水之盟。至此，孙刘联盟的这次纷争便以这样的结局收场。然而，湘水之盟只是权宜之计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刘备和孙权之间的矛盾，这为后来关羽败走麦城留下了隐患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